台湾人突然发现，原来战争离我们那么近。俄乌之战啊，告诉我们都启示，战争它是一个人类社会的大杀器，但是它通常也是促进社会的推进，然后科技的发展。事实上，很多东西都有所改变。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浩劫日，乌克兰说叫蛛网行动，就是把无人机开到人家家里面，然后直接在当地起飞，当地攻击，当地结束。当然也很残忍啊，就对活人就撞下去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完战争之后，应该是说台湾人突然发现，原来战争离我们那么近。所以我想，战争它是一个人类社会的大杀器，但是它通常也是促进社会的推进，然后科技的发展。俄乌战争开打3年多了，事实上很多东西都有所改变。乌克兰发动人类史上第一次的真木马屠城记，就是把无人机开到人家家里面，然后直接在当地起飞，当地攻击，当地结束。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浩劫日，乌克兰说叫蛛网行动。那他这次怎么发动攻击呢？他们是用卡车里面，然后用这个集装箱，就是我们说的货柜，然后在货柜的夹层这个暗藏无人机，然后设置装置，远程启动起飞。这个货柜车它就开到机场附近，然后飞起来之后就直接飞过去。如果现在乌克兰有能力发动非对称式的特殊攻击，他用无人机去搏俄罗斯，台湾不是也是以小博大吗？但是我们却担心中国用无人机用同样的招式来弄我们，然后说可能有第5纵队来配合，怎么办呢？台湾四面环海，虽然人上不来，但我利用船只其实要渗透很容易。大陆的交体可以到你桃园外海登陆，来插个旗。国军在这个部分的防御来讲还是比较薄弱。这个就是现场被轰炸的一个状况。那你就说他这么远，他怎么联络呢？目前乌克兰曝光跟一些小道消息，第一个很可能是用星链去驱动。第二个最扯的事情是，这些乌克兰操作人员彼此之间呢，他们在部署的时候，他们是用民用通讯软体，就像我赖你，你赖我这样子。这一场无人机攻击，刚开始就是说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第二个，情报获得非常到位，经过精心的设计，你这个基地里面防务，包括防空、特种作战，然后我进行相关攻击的拟定。俄乌战争开打以前，大家已经注意到，哇，无人机在作战里面很好用哦。而这次这个远程的无人机攻击，我必须讲，它颠覆大家对无人机的认识，不只是成功击毁俄军的重要装甲、机甲、火炮、飞弹等等，更重要就是它攻击的整个实况是展现到大家眼前。那这一次突击行动，乌克兰人又把整个这个所谓的无人体系作战发挥到另外一个新的里程碑，运用所谓特种攻击，运用一个几千公里的物流，把特工的装备在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同时抵达你要攻击的目标。这个乌克兰人还运用自杀攻击这种炸弹这个爆破，猎杀了好几名俄罗斯的高官、科学家、重要的武器研发机构、生产工厂、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它整个攻击行动一定是一个非常精密设计，参与的人一定非常的多。这么庞大的计划居然能够滴水不漏，俄军的反情报系统完全不知道。俄罗斯自从开打之后，他们的爱国主义是非常高涨，民族性也比较刚烈。有卡车司机呢当场被当地人勒死。欧林亚这个基地呢是在摩尔曼斯克半岛这一块。大家知道，鼎鼎大名的北方舰队配备大量的核动力的各种前舰，包括战略飞弹前舰，它的驻扎地就是在摩尔曼斯克。因此，这个地区可以说是俄军一个战略武力的大本营。这次无人机兵锋直指这个地方，对于俄国来讲，真的是牵动它极为敏感的神经。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一些作战画面显示，它的这个无人机好像如入无人之境啊！就在 TU-95这个雄式轰炸机的上面，下面看到哇，这个背景好几架轰炸机被击中，有的无人机又寻其他的目标发动后续的攻击。哇，这个乌克兰这次这个攻击确实让整个特种作战，它可以说是达到一个作战的天花板。对于俄国人来讲，当然就是面子还有里子双输。尤其是这些战略轰炸机，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战略等级的武器。虽然这些轰炸机都是前苏联时代生产的，但总体来讲，经此一役啊，大概有20%左右的兵力被摧毁。那未来俄国要重新建构这些兵力是很难的，对，因为基本上这些飞机都已经停产。
前苏联的生产体系是分散在各加盟国，俄国人要花很大的人力、物力资源，才可能生产出同类型的产品，这个难度非常的高。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过去大概5-6年前开始恢复生产 Tu-160，但生产量很少。之前要计划生产新一代的 A50预警机，叫做 A100。因为材料技术不到位，那这个计划最近已经宣布可能胎死腹中，就显示了俄罗斯虽然大家认为这个军工力量很强，但要生产前苏联时期或同等级的武器，以它目前残破的军工体系来讲，真的是力有未逮。俄罗斯毕竟是全世界幅员最辽阔的国家，而且重要的基地又分散在很多地方，更何况它被攻击的基地很多都是在比较远的状况下，他认为哇很安全的地方。因为距离乌克兰前线这2个基地有被袭击，但是好像目前灾情没有什么传出，应该就是它的防空体系，还有现场的部队，它有一些防守能量。1000公里以上的，像这个欧林亚跟这个贝拉亚啊，就非常严重。乌克兰卡是侥幸逃过一劫了，因为在抵达之前就自爆，因为它是有自爆装置，就是它无人机如果没有飞弹，它也是会爆炸。它确实为了打这场俄乌战争哦，它的力量确实消耗的不少在里面。俄国的战略纵深让它呢很克谁啊，他觉得他不太会被后方偷袭。俄罗斯其实被渗透是非常严重的，有人说好像已经被渗透的像筛子一样。经此一役，这个乌克兰人更会在这个部分对俄罗斯展开各种特种攻击。毕竟前线吃亏了，我如果用这种特种作战，我发挥以小博大，发挥不对称作战的一个优势，对于乌军来讲，这就是一个他很好的一个筹码。这个上面呢是图95轰炸机，这里是图22M3，再是图160呢。那目前呢，这个是一个战损的统计的状况，绿色就没事哦。图160没有一台受损，图22M3的话呢是部分受损，图95的话呢2架被完全摧毁，有5架受损的状况啊。其实这个表里面就可以看出哪一种机型是俄罗斯战略轰炸机部队一个核心数量最多的。当然就是 Tu-95 是1950年代其实问世的一种螺旋桨推进的轰炸机哦。图95它真的设计蛮特别，对，它看起来是4具发动机，但它的这个螺旋桨是所谓的同轴反转。这是它整个设计一个非常重要的哦。你的意思是说，一个顺时针转，一个逆时针转？对，逆时针转。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它的同轴反转让它整个推进效率更好。这样不会很吵吗？8个引擎在吵，对，而且两边破风扇在倒反。然后有人说，它这个飞机飞的噪音之大，连海面下的潜水艇都可以听到从上空掠过 Tu-95的声音。这个也只有苏联特色才有这种东西。对，在目前的轰炸机里面，就是只有 Tu-95。但它虽然是所谓的螺旋桨飞机，但是速度蛮快的，可以说是螺旋桨轰炸机一个天花板哦。再加上它本身载弹量也大，而且经过现代化改装以后，它可以发射一系列像 KH-101或者核子飞弹。这个轰炸机不只是在欧洲活跃，在西太平洋更是活跃哦。我们常常看到中俄什么轰炸机联合巡弋，那俄军出动的都是 Tu-95，因为数量多，它的操作成本就俄军3款轰炸机里面算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螺旋桨，而且可维护性各方面都相对来讲比较经济使用的一种飞机。过去的中俄联合巡航都是由这一款飞机结合解放军的轰6系列来进行双方的联合巡航，但这个飞机它的性能其实还蛮厉害，尤其冷战时期，我们空军来讲对这个飞机也很熟，因此很多空军老教官其实都有拦截这一款飞机的经验。我看过一些回忆录，有时候在空中看到俄军轰炸机的这些飞行员，大家还互相比个手势，然后进行这个简单的空中沟通。图160就这一架，这一架又跟图95有什么差别？那它现在据说继续在生产，所以未来他们想要换成这种，还是说就搭配使用？它这个飞机哦，外形它和美国的 B1 几乎很像，因为2个都是可变翼，加大它的后掠角，然后进行这个高超音速的飞行。那另外它本身这个体积也很庞大，因此它具备载弹能力强、速度快、穿透性强这样的一个特点。我看它有4个引擎，推力非常大。俄罗斯发动机科技里面重要的一个皇冠，不对外输出的这一型轰炸机是俄罗斯空天军里面目前综合性能最强的一个战略轰炸机，航程远、速度快，而且
配备一系列空射的像巡航飞弹等等，它的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武器性能好不好？事实上，从它的外形可以略知一二。颜值决定战力吗？这个飞机颜值是很高，确实战力也是俄罗斯3款轰炸机里面之首啊。他军迷有给他一个昵称叫白天鹅，但是因为这个飞机本身升空一次油料耗用非常大，而且这个飞机我记得它是部署在恩格斯空军基地。那看这次攻击的目标里面，似乎没有把这个基地列入攻击。难怪没有受损。对，而且之前乌军已经多次想对恩格斯下手，但一直没有取得非常大的战果。据说有对这个基地造成部分的受损，但显然没有对白天鹅造成飞机机队相关的耗损。图2M3这一款这个感觉就小得多了。那它跟前面的图95还有图160，它的差异在哪里？其实就定位来讲，可以把它视为一个中型轰炸机。这个飞机在冷战时代赫赫有名的逆火式轰炸机，它降落和起飞，它以不同的后掠角度，让它的飞行性能达到它最佳的操作状况。这个空中作战强调逆中，强调你高生存性，加上这个飞机其实是冷战时代设计的一个概念，其实已经不符现代航空作战的需要。特别是这个飞机本身，它和 Tu-160一样，具备速度快，它可以超低空进行飞行，它也可以挂载高超音速武器、巡弋飞弹、精密导引的武器。俄军对于乌克兰的目标发动好几波大量的空射巡弋飞弹的攻击，基本上就是由这些轰炸机去完成。它最大的优势是土地大，对，但是最大缺点也是土地大，因为当敌人可以不定期的骚扰你的后方的时候，那你不可能永远派兵力在那边守，结果就是你很容易被各种偷袭。第一时间传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是说怎么可能4000多公里外的基地被袭击？可是我发现，我目的地飞1公里而已啊，我只是飞在你机场外面。有在关注俄乌战报的话，你就可以每天看到这种袭击的影像，当然也很残忍啊，就对着活人就撞下去。经此一战，俄乌还有的打，今年绝对不会打完，大概要打个4年。俄乌之战告诉我们都启示，大家了解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邻国的国家之一，边境性很长。对中国来讲，怎么防？边防的状况应该会比俄国稍好。人家会请这些老百姓注意到有没有什么陌生人关注一下，接触的时候帮他们多多了解。相关单位跟民众良好的配合，你社会要有一个安全意识。